好啦，好，我是米六。这次我们要来讨论什么时候运动效果最好。既然都要运动了，如果只要改变运动的时间就能够提升效率，听起来就很诱人。但是网络上各种建议都有，早上、晚上、饭前、饭后都有人说好，而且他们都说的很有科学根据，什么新陈代谢啦、体温啊、血糖、胰岛素、皮质醇、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其实他们都很有道理，但彼此冲突，真不知道该听谁的。那今天就要用超简单、超直白的方式整理各种运动时间的优缺点，让你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运动时间哦。那我自己尝试过早上起来先运动，然后洗个澡再上班，休假的时候也会利用下午进去健身房运动。那现在因为养了这只母鸡，我就变成吃完晚餐固定会先带它出去散步，回到家大概9点10点再运动，洗澡睡觉。那我想大家如果没有做功课，直接脑内回想，应该会觉得早上运动最健康。毕竟我们小的时候都要做早操，而不是下午操。老师也总是跟你说，早起你要有虫吃，一日之计在于晨什么的。然后你上网查早上运动的优点，就会出现提升新陈代谢、加速脂肪燃烧，好像早上运动效率又加倍的感觉。但更仔细的去了解，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研究室透过老鼠的运动表现分析的结果。而在老鼠实验之后，美国把实验对象直接改成了 BMI 25以上的人类，结果就是早上跟晚上运动对于减重减脂的效果差异并不大，大概5%左右吧。但是我觉得早上运动还是有其他优点的，像是如果你在早上时段就已经完成训练的话，在心理层面上会有加成的作用，就是有一种大家都还在睡懒觉的时候，我这个认真的人就已经完成今天的运动了的一种征服全世界的成就感。在整天的工作排程跟时间运用上也更有效率跟弹性。早上运动也会让一整天都感觉精力充沛。如果你是一个本来就习惯早起人，大概早上7点就起床准备上班，起床的时候也不会感觉太疲劳。那再提早个30分钟到1个小时先起床运动，不仅不会太痛苦，还可以提前帮你准备好进入工作的战斗模式，感觉就很加分，连老板都想帮你加薪了。那早上适合什么运动类型呢？早上可以选择做一些低强度的有氧运动，因为我们早上醒来的时候，其实副交感神经还在作用，交感神经还没有这么的活络，体温也才在慢慢的升高当中，所以肌肉的力量跟反应都会比较慢。那在早上做一些低强度的运动，比起做高强度的重量训练，不仅可以降低受伤的风险，也可以同时避免因为过度训练而影响到了工作的精神跟体力的。但是早上运动的话，就会卡到一个早餐问题。运动过后才吃早餐的话，千万不要因为刚才运动太辛苦了，需要犒赏自己而吃太多、吃太饱，铁板面加汉堡。控制在适当的分量，避免上班后血糖过高。本来充满精神的早上运动，反而变成昏昏沉沉的吃饱想睡。那如果你是选择吃完早餐再运动，通常没有那个美国时间，先吃一顿超丰盛的早餐，再悠悠闲闲的等个15到30分钟再开始运动。那这时候你就可以选择简单的吃一点少量的麦片、1根香蕉，或者是1小条的地瓜，补充一点能量之后，再开始你的晨间低强度运动，好吗？那既然早上运动对身体好像没有明显的好处，那该不会我就应该下午或晚上运动吧？对某些人来说还真的是。如果你是要进行重量训练或者是高强度的运动，通常都会建议你选择下午或晚上的时间。这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已经醒来好几个小时了，如果你的睡眠时间正常，体温在下午到晚上10点左右会上升到最高点。体温升高对我们的肌肉来说会让它弹性更好，反应更快，运动的效率也会更好，也会降低运动时受伤的可能性。除了体温的影响，下午到晚上的这段时间，我们身体的压力荷尔蒙皮质醇会处于浓度较低的状态，而高皮质醇对于增肌减脂是有负面效果的，所以在下午晚上低皮质醇状态运动的话，就会比较有优势哦。好，那我们小整理一下，如果你可以选择什么时间你都 OK， 那下午晚上就会比较适合高强度的运动、重量训练跟肌力训练，但是晚上运动就可能会遇到睡觉问题。担心重量训练完身体太兴奋睡不着怎么办？如果你重训的时间比较晚的话，就建议你在训练结束后进行10到15分钟的低强度有氧，让你的心率缓和的恢复到休息的状态。当然是建议尽量在睡前的2-3个小时完成训练，这样就可以避免影响到晚上的睡眠品质哦。好，那我们刚刚讲的都是一整天的时段问题嘛，那饭前跟饭后运动有差吗？我们先讲饭前运动。
会提倡饭前运动的人，之所以会觉得吃饭前运动更有效率，是因为根据研究统计，我们在空腹状态下有氧运动，比起肚子里面有食物做一样运动，更能够分解脂肪。最好理解的说法就是，当你运动，身体就需要能量嘛。那我们就不吃，不给它能量，身体这时候没办法，就必须分解它很宝贝的脂肪来制造能量，让你能继续运动下去。不过，科学啊，跟人生一样，有人称赞就会有人批评。有人讲好，就会有人讲慢。英国营养学期刊《必争》上面有一篇研究统计，空腹跟吃完饭后运动的脂肪分解量真的有多一些啊？一些是多少？是这样还是这样？大概差3克，3克的脂肪大概多少？大概是8颗花生。一口就没了。而且啊，空腹运动不给它能量，身体除了会跟你的脂肪要能量，还会跟肌肉要。多消耗那一点点脂肪，还可能会降低你的肌肉量，等于脂肪跟肌肉一起掉。算一算，我觉得如果是痛苦的饿肚子运动，一点都不划算。不过也是有人适合空腹运动的，毕竟每个人的肠胃状况不一样。有的人只要进食后，身体还在消化阶段运动的话，就很容易有恶心想吐的感觉。那空腹运动的方式可能就是你最佳的选择，毕竟一运动就马上恶心想吐，然后就停止运动，一定是最没效果的。那饭后运动又有什么好处呢？饭后运动就是我现在的模式，会提倡饭后运动啊，其实跟控制血糖有关系。先别滑走。一般来说，只要一谈到血糖，就会直接联想到糖尿病。但其实血糖跟减重也是很有关系的。我们吃饱饭后，食物消化变成糖跑进血液里，血糖就会升高。血糖高了，身体就会分泌胰岛素去把血糖压下来。血糖怎么压？就是把血里面的糖转化成能量使用，或者是转化成肝糖跟脂肪存在你的身体里。所以血糖升高，胰岛素浓度就会高。胰岛素浓度高，就是你的脂肪存款越来越高，最后变成脂肪大富翁。那聪明如你，应该就能知道，如果我们饭后运动消耗能量，就能够降低血糖跟胰岛素浓度，减少脂肪堆积。长期下来，还可以改善胰岛素敏感度，降低胰岛素阻抗。那胰岛素阻抗，我这边就不深究了。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宋仁医师的讲解哦。听起来饭后运动就会是最佳运动时间的冠军了。但饭后运动有一个最大的问题，肠胃不适。到底饭后多久可以动起来呢？假设我们的正餐分量正常，没有去吃到饱，食物满到喉咙，吃饱饭后10到20分钟，你就可以开始进行一些低强度的运动，就是那种你边做还可以边讲话聊天，聊天的内容还可以很有深度，像是带狗散步或者是超慢跑就很适合。那吃饱饭后30分钟，你就可以进行中强度的训练，就是你还可以讲话，稍微有点喘，聊天的内容可能是天气或八卦的那种等级，像是美臀训练、拜拜袖、雕塑训练，或者是皮拉提斯都可以。饭后1到2个小时就可以进行高强度的运动，就是那种你已经没有办法边运动边讲话，必须全神贯注在调整呼吸，就是一个活着最重要的状态。那像是 HIIT 或者是进阶负重版的 Metcon 代谢体能训练都是 OK 的。这边要提醒大家一下，饭后多久可以开始运动的建议时间一定都会有个别差异，因为每个人的肠胃状况不一样，所以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适度的调整，不要让自己不舒服最重要。最后我帮大家快速整理一下，把不同的运动目标对应到不同的运动时间。如果你的目标是减脂，可以在饭后进行低强度的有氧运动，就能够降低血糖跟胰岛素浓度，减少脂肪堆积。如果想增肌的话，就建议安排在下午或晚上来运动，不管是根据我们的体温或者是荷尔蒙，在下午过后的时间进行重量训练的增肌效果，都会比早上的效果来得好哦。另外啊，对于积极想要改变体态的朋友，要强力建议，在运动内容的分配上，除了有氧运动，也要做肌力训练。因为啊，有研究让3群人分成纯有氧、纯重训、有氧重训都做，记录这3群人的体重、体脂、体态变化。结果发现，长期下来，有氧跟重训都做的人，虽然在体重上跟其他2群人差异并不大，但是在体脂跟体态上却是产生了明显的差异哦。反正总结来说，各个时间点运动，不管是对运动表现或者是增肌减脂的效果，
或许可能会产生一点点的差异，但运动跟不运动却是0跟100的差异啊！如果你正在纠结究竟应该安排什么时间运动才最有效的话，记住一个大原则：运动要有效，一定要考量自己的生理时钟。如果你是夜猫族，天天晚睡，早起像要你命，那硬是要你早起运动，效果肯定不会好的啊！选择一个最舒服、最合理的运动时间才是最有效的啊。好，那今天影片就这样。如果你还有任何疑问，都欢迎在下面留言，我会尽快回答。那频道上还有更多健身相关影片，都可以从这边点进去看哦。那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拜拜。